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今天的課堂呢，是我們 HSK 5級聽力課程當中最後一節課了。在今天的課堂上呀，將和大家一起來聊一聊，在聽力考試當中，如果呀你遇到了一些關聯詞，應該怎麼去準備？其實，在我們的聽力考試當中，因為大家已經到5級了，所以水平應該是比較高，對大家的要求也相对的提高了一點。所以有一些題目的答案不是從簡單的句子當中得到的，而是從一組關聯詞語當中需要你去提取重要的信息。好。我們在說關聯詞語啊，其實在這裡主要呢是給大家做一個梳理，沒有什麼特別的，說是簡單的一說就能掌握的技巧，而是需要大家通過老師對關聯詞語的梳理之後，大家呢再看一看是哪一種類型的關聯詞語你不太熟悉，然後請你截屏保存下來，之後呢再去複習練習這一類關聯詞語。關聯詞語不僅在聽力考試當中可以幫助大家準確地看到哪一句話是重要的信息點，而且在你的閱讀理解和書寫部分，有時候同樣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好，廢話就不多說了，我們直接開始今天最後一堂課程，但是卻不是不重要的哦，當然也是很重要的關聯詞語。關聯詞語的課程呢，我們從一個聽力練習來開始，讓大家感受一下這個所謂聽力練習當中的關聯詞語到底是怎麼考的呢？我們先從分析選項開始。42A 關心員工 B 對員工要求嚴格 C 懂得怎樣表揚員工 D 了解員工的優缺點。分析這4個選項看起來像是一個，是不是有點像你應該怎麼做，而且有員工那就應該是老闆或者領導。一個好的老闆或者領導，他應該做什麼呢？他應該關心員工嗎？還是說這篇文章是強調他應該對員工有嚴格的要求呢？又或者說他應該懂得怎樣表揚員工，還是說要了解員工的優缺點？所以我們要注意聽的是，對於一個好的領導有什麼要求？再看43，做事要專心，要敢於承擔責任，每個人都有長處，要選擇喜歡的職業。分析這4個選項，好像很難得出到底主體是哪一類人。42題很明顯說的就是領導，43題好像對我們每一個人都適用，對不對？每一個人可能都需要做事專心，都需要勇於承擔責任，都需要選擇喜歡的職業。又或者這篇文章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告訴你，我們每個人都是有長處，都是有優點的。所以這一道題目很有可能考大家的是一個主要內容之類的，到底是不是呢？老師也不知道，我們通過聽力來做判断。好，接下來的時間交給大家，一起來完成我們聽力練習當中的最後一道題目吧。第42到43題是根據下面一段話：一個團隊總是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人不可能每個方面都出色，也不可能每個方面都差勁兒。再差的人，也總有比別人強的地方。一個領導者能否稱得上是優秀的領導者，不在於他自己能做多少事情，而在於他是否能很清楚地了解每個下屬的優點和缺點，在適當的時候派合適的人去做適合他們的事情。42，優秀的領導者應具備什麼特點？
43. 根據這段話，下列哪項正確？我们最後一道聽力題目呢，就到此結束了。一起來回顧一下這兩道題目問了大家什麼問題。42和我們預測的一樣，是關於一個領導者的問題。他問的就是優秀的領導者應該具備怎樣的條件，對不對？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優秀的領導者，你應該怎麼做？而第43題是下列哪項是正確的？其實啊，這個是我們上節課跟大家分享的題目類型當中的哪一類呢？對，在我們的題目類型當中啊，這個其實就是在問大家一種概括類的題目，就是問你，那這篇文章主要告訴你的是哪一個重要的信息點？整篇文章作者說了那麼多話，是圍繞哪一個主要內容來說的呢？好，下邊啊，我們說今天的主題是關聯詞語。那這兩道題目的答案是不是和關聯詞語有關呢？一起來看一看。第42題的答案是 D 選項，不知道各位同學的選擇是什麼呢？這道題目的關鍵句啊，是說一個領導者能否稱得上是優秀的領導者，不在於他自己能做多少事情，而在於他是否能很清楚地了解每個下屬的優點和缺點。在這一句話當中，有一個關聯詞是不在於，而在於。當大家看到這個關聯詞的時候，請你告訴老師，句子重要的信息點到底是不在於後邊的呢，還是而在於後邊的呢？對，這個句子也就是說不在於，而在於這樣的一個關聯詞語，最重要的信息是而在於後邊的。他說的是，能否清楚地了解每個下屬，下屬也就是他下邊屬於他的那些員工嘛，其實也就是員工，能否了解每個員工的優點和缺點？那我們的答案就是 D 選項。所以關聯詞語也是可以給你提示的，這個提示就是說你要關注的信息點應該是在哪裡。再看第43題，整個文章啊就是告訴你一個人吶，有優點有缺點，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優點，對不對？句子呢說，人不可能每個地方都出色，也不可能每個地方每個方面都差勁兒，再差的人也總有比別人強的地方。所以它其實就是說，不可能不是不可能呀，你什麼都好，也不可能什麼都不好，再差的人也總有，這就是強調了比別人強的地方，一種並列的語序，所以並列的句子。所以我們這段話呀，其實就是想告訴你，每個人都有長處，也是說，有優點有缺點。作為領導呢，你要善於總結、發現員工的優點和缺點，充分的發揮他的優點，也就是他的長處。我們的聽力呀，到現在就全部結束了。這最後的幾分鐘時間呢，老師給大家梳理一下，在我們5級考試當中，大家到現在為止應該掌握的關聯詞語有哪些？最簡單的呢，我們從這個並列的關係來說起。說到了並列，最簡單的是和，我和你，句子和可以連接，但是在漢語當中，兩個句子呀，它是不可以用和來連接的。那用什麼呢？用既用，房費一人出一半，既省錢又可以有個伴兒，兩者都有。或者說還有一個好處很重要，也就是說之前已經告訴你一個好處了，更用並列來引出還有，當然也要更強調後邊的，那就是寵物可以幫你調整情緒。這兩個是並列的關聯詞語。
除了並列，我們還有一種選擇的關係。選擇的關係呢比較簡單，我們呀就仔細來看一看就可以了，不需要每一個都講。第一個是不是就是，不是房子太差，就是地方太遠，不然就是價錢太貴，對不對？不是 A 就是 B， 再不然就是 C。還有或者在制定個人計劃時，一定要包含自己喜歡的，或者覺得有趣的，或者至少不討厭的運動，你呀，這些都是需要具備的。不是，而是，剛剛說了，也是選擇，不是 A， 而是 B。重要的是強調而是後邊的內容。我們再接着看，除了選擇呢，還有第三種。因果關係，因果關係大家應該比較熟悉了吧？因為、所以，這是最簡單的。還有呢，把所以放在前邊，我們還可以說之所以是因為，所以後邊的是結果。之所以稱這一天是屬於情人們的，這是結果。為什麼呢？原因在後邊，是因為古時候有一對特別恩愛的夫妻，等等等等。句子沒說完，只是在這裡告訴你這個句型。那除了之所以是因為，還有什麼呢？因而，因而啊，其實也是表示因果關係的。所有的人都把垃圾丟入垃圾桶，城市因而，也其實就是因此，這樣的意思。結果，因而後邊是結果，因而變得乾淨起來，這是第二個。再看第三個，為了，為了後邊引出的是什麼呢？為了其實它是一個目的，為了 A 而做了 B。有個城市為了解決垃圾問題，也就是說因為想要解決垃圾問題，這是一個目的，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原因。要實現這一目的，要做什麼？做這個事情的原因就是為了解決垃圾問題。然後呢，他買了很多垃圾桶，這是為了。再看下一個，因此或者由於，這個比較熟悉了。因此後邊再看一下例句。好，中國是世界上乒乓人口最多的國家，因此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對不對？後邊是一個結果。很多人認為乒乓球運動是中國最早開始的。也就是說，前邊是原因，原因是在世界上中國的乒乓人口最多，所以結果因此後邊，或者說因此後邊呢就是結果。因此很多人認為乒乓球運動是從中國開始的。那由於怎麼用？由於後邊是結果嗎？不是，它和因此是相反的。如果想要用由於，那你應該怎麼說呢？由於中國是世界上乒乓人口最多的國家，由於後邊是原因，非常好。因此不啦不啦，後邊就是一個結果。這是我們今天說的第三種關係，因果關係。那再來看第四種因果關係，還有既然，還有兩個最簡單的因為所以我們就不做解釋了，再多說一個既然。其實既然大家可能在口語當中有時候會用到，書面語也是這樣子。既然他每天都既然他都每天這樣，那你為什麼還對他那麼有禮貌呢？就是說他每天都這樣，是怎樣引出來一個原因因為他每天都這樣，所以你好像不應該那麼有禮貌。這個呢，其實也是一種因果關係。再來看，除了因果關係，第四種是
經常會使用到的轉折關係，也是在我們的聽力考試，或者說你在做閱讀的時候要注意，非常注意的一個關係。因為轉折之後，轉折之前的說了什麼都不重要，轉折之後有時候呀才是最重要的點。再看第一個，可是。小朋友試着把手伸進樹洞取球，可是樹洞太深，怎麼也夠不着。可是在這裡進行了一個轉折。第二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或者但。第三個呢，其實。有的人說了，其實這個副詞，它也是轉折嗎？對，其實呀，其實，在這裡老師也用到了其實，對不對？其實它就是一個表示轉折的。說了那麼多，但實際上我要強調了，可能跟前邊說的內容不一樣了。你更重要需要去聽的是其實後邊的內容。比如說，其實每個孩子都是不同的，都是特別的，讓他們快樂的成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其實後邊的內容是作者最想告訴你的，很可能前邊說的呀是和它相反的意思，而當他用了其實之後，後邊才是作者真正想要強調、想要表達的內容，也是大家在听听力的时候或者做閱讀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個關聯詞。這個其實可能會被一些同學忽視，在這裡要注意起來。我們再看雖然但是，這個很簡單了，是不是？我們就不做多說了，不多說了。這些表示轉折的也希望大家記下來。當然轉折還有更多的詞語。再看卻，卻也是一個轉折。我們看例句，可老師叫他回答問題時，他卻答不出來。卻後邊是和你之前想的不一樣的，應該是能答得出來，用了卻之後，那就是答不出來。所以作者的意思在這裡也是進行了轉折。我們說到5級，雖然但是，對不對？還有一個比較高級的，那是然而，表示轉折的然而，大家可以直接用在你的寫作當中。然而當你們互相吵架時，你們就變成了一根根細筷子，很容易就會被人打敗。這呢是我們聽力當中的一個例句，這道題目沒有帶大家做過練習，希望呀你在做模擬題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網站上邊的真題練習的時候呢，聽到這句話呀，想一想，這個然而很重要，它呀也是表示轉折的。再看下一個，剛剛說其實是轉折，事實上也有這樣一層意思。事實上也就是說，之前說的可能和真的情況不一樣，而在這裡用事實上來引出後邊正確的內容是什麼？我們一起來看一個例句。很多人認為乒乓球運動是中國人最早開始的，之前也用過這個句子，對不對？事實上，事實上出來了，那就是前邊說的是錯的。那正確的是什麼呢？乒乓球運動在中國只有70多年的歷史，所以用了事實上這樣一個表達強調事實的關聯詞來說明前邊是錯的，後邊是對的，也是一種轉折關係。看完了轉折，一起再來看第5類，假設。假設那就是假如怎麼怎麼樣，如果怎麼怎麼樣，所以這個是假設的，還沒有發生的。第2個，即使也，這個也是表示假設關係的。即使千里馬就在眼前，那它真的在你眼前嗎？不是，伯樂也會錯過它。後邊再強調一下，
也是假設吧。要是天天能撿到兔子，沒有發生，他在想，哎呀，天天都有一隻兔子撞過來，那該多好，是一個假設的條件。再看不然，不然呢，其實也是假設關係的一種。一起來看我們的例句，我們遇到的每個人價值都不可估量，只是需要我們花費時間去觀察和傾聽，不然，即使千里馬就在眼前，伯樂也會錯過它。不然其實在這裡是否定了前邊，如果你不這麼做，那也是提出了一個新的假設，對不對？所以這個是關於假設關係的一些詞語。再來看完了假設，第6個我們梳理一下遞進關係。遞進關係不是特別難，更強調的是後邊進一步說明的內容，所以重點也在第2個遞進關係比如說不僅也的後邊，既要更要後邊是更強調的內容，更同樣也是更為強調的內容，最後甚至都是它後邊接的內容其實就是比剛剛說的那個意思更進了一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就用最簡單的更跟大家說明一下遞進關係。交談時，社交活動中必不可少的內容，更是一門藝術。也就是說，一開始什麼什麼是交談時必不可少的內容，很重要，但它不僅是內容，更是什麼？更是一門藝術。強調的，也就是說後邊的語氣更強烈，所以在不僅也、既要、更要、更和甚至這些詞當中，大家要注意遞進關係的第2層意思。第2層是作者更想要表達的意思，這個是遞進關係。看完了遞進關係，一起來看最後一種，那就是條件和總結。整個關聯詞語呢，老師可能說的比較快，因為我們不是在細細的給大家講解，而是帶你去梳理一下，到底哪些關聯詞語是你應該掌握的。第7個也是最後一條，條件總結類的，比如說只有才，也就是說你滿足了這個條件，才有後邊的結果，對不對？一個例句，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有最大的收穫。也就是說，你想要有最大的收穫，就需要做什麼呢？条件就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這句話呢，也送給正在聽課的每一位同學。只有你努力了，認真的去聽課，認真的去做模擬考試，認真的去準備 HSK 考試，你才能通過。不要有僥倖的心理，不要想着我蒙一蒙可能也能做對，最主要的還是要平時下功夫，要努力好，第2個條件總結類的是無論愛走到哪裡，我們都會跟着它。也就是說，條件就是我們要和愛在一起，看起来是沒什麼條件，但其實不管愛在哪裡我們都會跟着它。條件就是我們要和愛在一起。還有一個是一什麼什麼就，一見到母親就說個不停。條件就是要見到母親，那結果呢？那他就是說個不停了。所以這個是我們3個給大家梳理了一下簡單的條件總結類的關聯詞語。看到這裡，我們再多學2個，只要就，只要後邊也是條件，有了只要後邊的條件，才會有就後邊的結果。你只要努力學習，就能通過考試。你只要起得早，就不會遲到。這種簡單的句子很好理解吧？只要後邊就是說，就這個事情要發生的條件在
只要的後邊。就算，來看一下例句。為了找到喜歡的商品，會樂此不疲，找到之後又會根據價格反覆比較，精挑細選。就算沒有找到自己喜歡的商品，一個條件，女人也會大包小包買很多物美價廉的東西回來。在這裡呀，也是，即使呀沒有找到這些，但是呢，她也會去買，對不對？所以就算後邊呢，也是一個條件。條件是沒有找到自己喜歡的商品，那有這個條件的結果呢，她也會，還有一個對比的語氣在裡邊，也會大包小包買很多東西。這就是女人吶，都喜歡買。好，說到這裡呢，我們所有的關聯詞語呀，就和大家都總結完了。這節課結束之後呢，我們5級聽力課程當中的內容就全部結束了。大家呀，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微信或者網站上邊直接給我們發郵件，微信號放在這裡了，拿起你的手機，二維碼掃一掃就可以。我們的網站在這裡，點一點聯繫我們，也可以直接發郵件。註冊成為學員之後呢，所有的課程呀都是免費的，相信你已經是註冊的學員之一了吧？好。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了，最後呀，祝大家考試順利，我們在其他部分的內容再見嘍。